如果您预算充足，并且想要一台高帧竞技网游游戏本，那我非常确信 995H-X3D 处理器一定是最佳选择。首先，我们要知道，游戏最终的帧数高与低，的确是取决于显卡本身性能。但是，就算显卡本身性能再强，可一旦面对部分网游或者说优化比较差的多人竞技网游时，显卡会处于偷懒摸鱼的状态。那这个时候想让显卡不偷懒，发挥出应有的性能，那就取决于 CPU 能否更快地向显卡下达工作的指令。而这些工作指令 CPU 是要么放在自身缓存当中，要么放在独立的 DRAM 也就是内存当中。可对于大多数 CPU 而言，自身缓存太小，独立的内存距离又太远，便导致 CPU 的工作指令始终需要很漫长的过程才能下发到显卡身上。这就导致显卡在大多时间里因为没有干活指令，于是便愉快地进行偷懒摸鱼，而995H-X3D 便打破了这种局面。是的，只要自身缓存容量足够的大，那 CPU 就不用再费老大劲跑去找内存调用数据，可以直接从缓存里调出指令下派给显卡，从而让显卡没有忙里偷闲的可能。那如此一来，显卡的工作效率便提上去了，那游戏的帧数自然也就变高了。所以本期视频的主角是来自上海市刘先生在我们大洋评测下单那台拯救者 R9000P 至尊版。那么刘先生入手这台游戏本主要也就是用来玩绝地求生和 CS 这两款主流网游，同时他也比较担心 995H-X3D 处理器的发热问题，于是特意嘱托我们在不影响游戏帧数的前提下，帮他优化降低 CPU 的一个核心发热。话不多说，我们现在直接进行沉浸式的外观开箱检测环节。那么在我们确认完机器外观层面没有问题之后，我们便跳过联网来到了系统桌面。在进入系统桌面之后，我们首先就要来查看这台 R9000P 的电池通电记录。这台机器通电记录仅在2025年11月18号至11月25号有且仅有一次电池通电记录，并且系统事件查看器也同步显示，在我们开箱之前，这台机器仅在11月20号产生过一次使用记录。那么以上两项记录紧邻着机器的通电日期，所以这些通电操作一定都是出自工厂之手，没有问题。其次，我们再来核对系统的激活状态，也确认为未激活。同时在前面开箱过程中，机身外观完整无瑕，无任何磕碰、掉漆与瑕疵。外围的硬件品控堪称完美。原本我们以为这种完美会继续保持下去时，意外还是来了。现在室温25度，控制台开启超冷模式，并且我们还使用了2个矿泉水瓶盖垫高机器的脚垫。此时刘先生这台 R9000P 单烤 CPU 功耗来到146瓦， CPU 的分装温度来到81度，2颗 CCD 的温度则是分别来到80和81度，并且此时 CPU 的供电温度也仅为75度。CPU 一侧的散热可以说非常完美，没有问题。但紧接着我们又进行了双烤压力测试，问题也就暴露出来了。可以看到，在双烤过程中 CPU 的功耗稳定100瓦没有问题，显卡功耗仅为150瓦左右，整机核心总功耗只有250瓦，无法达到 R9000P 至尊版超能模式联想官方所宣传的功耗使用。
同时显卡的核心温度直接来到温度墙的阈值86度，温控和功耗释放明显异常，散热存在实质性的问题。那一台全新的机器出现这种情况，无非就2个原因，要么是出厂相片规值没有涂好，要么就是散热模组不太行。于是我们带着探究问题的想法拆开了这台机器的散热模组。那么当我们取下均热板之后，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显卡核心的相片规值涂抹均匀，填充饱满，没有空缺和断层的情况。由此基本判定这台机器的散热故障大概率就是均热板模组本身的一个体质问题。所以为了验证我们的猜想，于是我们拿来一台自用并且散热绝对没有问题的 RGMP， 并将其的均热板取下，然后直接装到刘先生的机器上，再次进行双烤压力测试。那么此时刘先生这台 RGMP 的双烤功耗也是轻松跑满100加175瓦，完美符合 RGMP 至尊版在超能模式下官方275瓦的一个宣传功耗，并且对比原装均热板功耗提高了大约25瓦。此时 CPU 分装温度91度，显卡81度，那这个表现才是 RGMP 至尊版应有的水平。那可以说到这里结论就已经很明显了，刘先生这台 RGMP 的均热板是肯定有问题的，因此才导致显卡温度撞墙，散热出现异常。那么到这里可能会有观众好奇了，既然这台机器的散热有问题，那么它的性能因此又会受到多大影响呢？随后我们便简单测试了一下。首先在 SandyMark TimeSpy 的理论测试中，刘先生这一台机的分数来到22461分，而我们散热正常的 RGMP 至尊版测评机分数来到了23706分，二者理论性能相差约 5.54%。而到了实际游戏之后，可以看到刘先生这一台机器的显卡温度会随着游戏运营过程中慢慢上升至86度，撞了显卡的一个温度墙，随后功耗出现下降，并且显卡核心频率也要比我们这一台散热没有问题的 RGMP 低上大约 0.2G， 那显卡温度更是相差大约6到9度。那么最终刘先生这台机器的游戏帧数来到了206.77帧，那我们散热没有问题的 RGMP 来到了214.07帧，相差8帧。好的，那么到这里刘先生这第一台 RGMP 因为存在散热不达标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同他说一声再见了。那随后我们为刘先生重新更换了一台全新的 RGMP 至尊版，然后再次进行全方位的进行检测，并且也再次来到了烤机压力测试环节。首先还是单烤 CPU， 其功耗也依旧稳定146瓦， CPU 分装温度81度，两颗 CCD 核心均为81度，核心温差极小，温控非常均匀，并且 CPU 供电最高温度仅73度， CPU 一侧的散热没有问题。那么再来就是最关键的双烤压力测试。那此时这一台新换的 RGMP 来到了100瓦加175瓦，整机275瓦的核心总功耗，完美符合 RGMP 至尊版超能模式的官方宣传功耗。那 CPU 分装温度90度，显卡温度83度，非常完美，没有问题。好的，那么机器的散热测试过关以后，我们还来再实测这一台机器的芯片理论性能，来看看它的体质表现又当如何。首先是 Cinebench 23跑分，那这一台 RGMP 99H X3D 多核得分39471分，单核得分2171分，完美符合该型号处理器的标准理论性能。再来是 SandyMark TimeSpy， 那么这一台 RGMP 5080 Laptop 来到23726分。我们要知道5080移动端显卡的默认平均跑分在22000到23000分区间，突破23000分的大关，意味着这台 RGMP 的显卡体质表现可以说非常优秀。恭喜刘先生到这里完美安全下车。好的，那么到这里我们当评测的第一项核心服务验机检测就已经完成了。虽然第一台新机的散热遇到了一些小意外，但我们直接成功为刘先生更换了一台散热性能品控都完美下车的全新机器，所以接下来便会开启我们第二项大纲评测独家优化服务，整机权益升级与屏幕优化。首先很多朋友会担心 OLED 屏幕烧屏，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从去年拯救者 OLED 机型上市至今，我们还从未接到过有客户反馈烧屏问题，所以为了尽可能让大家彻底安心，我们便开始限量赠送3年官方延保，那么叠加机器出厂自带的2年官方保修，整机合计5年的一个官方全国联保。在5年保修期内，只要出现屏幕烧屏问题，均可前往全国任意一家联想官方线下售后免费更换全新屏幕。然后这里我要补充一句，目前赠送的3年官方延保是我们从联想官方售后以优惠折扣批量采购而来，限量50单，送完为止。与此同时，我们还会免费贴好 AR 抗反射屏幕膜，这是因为 RGMP 至尊版所搭载的三星 OLED 屏幕，尽管面板素质本身非常优秀，但官方却在镜面屏情况下没有做任何抗反射涂层处理，
以至于在强光环境下使用，我们会面临比较严重的反光问题，那这样便会很大程度影响我们的观影和游戏体验。而我们免费赠送并且帮您直接贴好的 AR 抗反射膜，能够有效削弱屏幕的一个反光，大幅提升在强光下的一个使用观感。然后接下来第3项便是游戏性能优化。那么针对刘先生常玩的 CS 和绝地求生这2款网游，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兼顾帧数提升的同时，降低一个芯片发热。我们先来看一下机器在原厂超能模式状态下的一个游戏实测表现。首先是 CS， 2.5K 分辨率全低画质设置下，此时游戏平均帧来到了436帧，1%漏帧275帧，帧数的表现客观的讲非常无敌，但游戏全程 CPU 平均温度高达86度。然后是绝地求生，同样 2.5K 分辨率3极致画质，游戏的平均帧来到327帧，那1%漏帧146帧，而 CPU 的平均温度直接飙升至92度，高温的问题非常明显。然后我们在和刘先生沟通确认之后，他表示他的需求仅是用来打游戏，完全用不到 995H+3D 的16个大核，因此我们便采用高效稳妥的优化方案，关闭不带 3D V-Cache 的 CCDE 核心，然后再搭配 PBO 负压调教，精准压制 CPU 的一个发热。那至于内存方面 ，RGMP 搭载的是2根35600原厂内存，超频潜力极低，因此我们保持内存基础参数不变，仅调整运行模式，设置为 UCLK 等于 MCLK 同步模式 ，FCLK 频率锁定1867，保证内存运行稳定。那么在我们优化完成之后，我们再次复测2款游戏。首先 CS。此刻游戏平均帧数从436帧提升至463帧，1%漏帧从275帧提升至290帧，帧数小幅度上涨，但是 CPU 的平均温度也从86度降低至79度。那再来便是绝地求生，此时游戏平均帧从原本默认327帧提升至如今351帧，1%漏帧也从146帧提升到170帧。并且 CPU 的平均温度也从原厂默认的92度大幅降低至82度，足足下降了10度，完美满足刘先生所需要的帧数提高、温度降低的一个需求。然后第4项优化内容，整机非核心部件进行散热优化，那首当其冲的便是优化供电散热。那么这台安全下车的新机在默认单烤 CPU TDC 140满载状态下，原厂的供电温度来到了73度。负责任的讲，这个成绩在 AMD 游戏本中绝对属于特别优秀的水平。老枕确实，你别说，它卖的确实很贵，但这个用料确实也不含糊。但是对于电子芯片温度低一点，总归是好事。所以我们将会把联想原厂配备的兆科导热垫在供电区域全部更换为性能更强的莱尔的 HD90000导热垫，并且更换后保持 TDC 140满载不变，而供电温度却从73度降低至70度。那其次就是优化硬盘散热，那原厂硬盘同样搭载了兆科导热垫，也会被我们更换为莱尔的 HD90000。那在这之后 CDM 磁盘基准测试我们可以得到数据，硬盘温度从原厂66度小幅度降低至63度。那么最后的最后，刘先生还跟我们提到他的键鼠全套为雷蛇系列，因此我们会全程帮他装好雷蛇雷云驱动，然后用雷蛇幻彩灯效完全接管拯救者控制台的灯效控制，同时为其调好专属灯光的预设，在搭配专属扬气调音方案之后，我们再来一起短暂欣赏一下调整之后的效果。Stay with me 真夜中のドアを叩き帰らないでと泣いたあの季節が今目の前。好的，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想体验这专业安稳的购机服务，还请点击评论区这里链接联系大纲评测客服咨询吧。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晚安。